若35岁后还有人夸你漂亮、年轻，那你一定是个福星，而且是心地善良的人。大家好，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先来听个小故事。有一次，林肯总统面试一位新员工，后来他没录取那位应征者。幕僚问他原因，他说我不喜欢他的长相。幕僚不理解，又问难道一个人天生长得不好看也是他的错吗？林肯回答，一个人35岁以前的脸是父母决定的，但35岁以后的脸应该是自己决定的。一个人要为自己35岁以后的长相负责。是的，一个人要为自己35岁以后的长相负责。因为每个人都有两种长相，一种是物理长相，一种是精神长相。物理长相就是人在幼年、少年、青年时期相貌特征，它源于先天遗传，取决于父母，漂亮程度是前一生带来的习气所致。而精神长相是人一旦到了35岁，经历了成长、求学、婚姻、创业或事业，这深刻的历久的磨砺将会成就我们内在的修行。人因性情之别，在天长日久的岁月磨砺中，必然因习惯性的表情重复，而在面部留下难以隐藏的痕迹，而这最终反映在我们的相貌上。古时候有一句谚语是这样说的：有心无相，相逐心生；有相无心，相随心灭。这句话说明，一个人的相貌是会随着他的信念善恶而改变的。相由心生的逻辑是这样的：心决定性，叫心性；性决定命，叫性命；命决定运，叫命运；运决定气，叫运气；气决定色，叫气色；色决定相，叫相貌。相貌就是一个人长期的心态与行为在脸上的投影，同时相貌也预示着该人未来的命运。一个人的性格品德、精神气质往往在容貌上一眼就见了底，特别是那些年轻秀美的人，一定是单纯品行善良。有慈悲心、有爱心的人，往往从内而外散发出一种光芒。曹雪芹笔下多愁多病的黛玉，有两弯似蹙非蹙笼烟眉，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。善良懦弱的迎春是肌肤微风，温柔沉默，且精明强干的探春则是俊眼修眉，顾盼神飞。居里夫人有一句名言：17岁时你不漂亮，可以怪罪于母亲没有遗传好的容貌，但是30岁了依然不漂亮，就只能责怪自己，因为在那么漫长的日子里，你没有往生命里注入新的东西。一个人皮囊再美，也砥砺不过时光，唯有精神长相历经岁月的磨洗而越发蓬勃与丰盈。日本文学家大宅壮一说，一个人的脸就是一张履历表，你前半生说过的话、做过的事、学到的知识、懂得的经历，无形中都在改变你后半生的长相。人生的种种际遇、性格、品行，久而久之会作用于人的容貌气质。一个人皮囊再美，也砥砺不过时光，唯有精神长相历经岁月的磨洗而越发蓬勃与丰盈。时光从不会辜负一个人的精神长相，所以说人到中年以后要对自己的脸负责任。宽厚的人多半一脸福相，性情柔和的人面相柔和美丽，性格格外粗暴的人总是一脸的凶相。许多品行不太好的中老年妇女往往一脸的刻薄相，这就是所谓的薄命相、克夫相。术不正、暗地里坑害别人的人总是寝食难安、体弱多病。心胸狭隘的人大多尖嘴猴腮、双眉紧蹙。任何福报都是有其必然的成因，就像财富来自施舍，尊贵来自谦恭一样，美丽的容颜来自柔和善良的性情。心宽体盘就是指人心胸开阔，外貌就安详。有修为的人外表还特别的像婴儿那样天真纯净，内心了无挂碍。比较有爱心的人往往从内而外散发出一种过人的光华，让人越看越顺眼，越来越喜欢与其接触。而过于自私、狡猾、计较的人是很不耐看的，甚至丑陋。即使侥幸生得较好的容貌，也会在脸上逐渐显现出一些不招人喜欢的地方，比如面无和气，仅是第一眼顺眼，稍多接触就毫无吸引力了。相术这件事也就是一种经验积累，
相由心生，有脸观心，由心便可知未来。橡树里还流传着这么一句口诀：性格写在唇边，幸福露在眼角，理性感性近于声线，真诚虚伪印在瞳仁，站姿看出才华气度，步态可见自我认知，表情里有进来的心境，眉宇间是过往的岁月，衣着显审美，发型表个性，职业看手，修养看教，而下士看皮相，中士看骨相，上士看气象。彻底看透一个人最好的方法就是观气象。心气一体，心为气之主宰，气为心之变化，气之流动又转成业力，某些业力如岩流在地底积累，我们凡人只看到地表风平浪静，而不知道业力的力量即将如火山熔岩喷涌而出。最后，通过一些佛教经典，小编为你总结出了几个改相的修行方法。一、微笑。有人说，微笑是绽开在脸上最美的一朵花。所谓拳头不打笑脸人，微笑的表情总是楚楚动人，令人愉悦，使人感觉亲切。最主要的是，微笑不仅给人外在的美感，还在于微笑的表情所传递的信息，是一种宜人和美好的感情。微笑总是给人带来欢乐和幸福，带来精神上的满足。常把笑意挂在脸上，把善意传达给所有人，完全不用任何成本，却创造出更大的价值，这可是最方便又有效的美容妙方。二、多赞美。好话谁都爱听，而且不仅仅是人。佛在楞严经上早已说过，宇宙万物皆能闻觉知，而科学家从对水的实验中就发现，水的结晶是如何随着外在的声音而改变它的形状。江本胜博士依据水会受物体振动而起变化的原理进行试验，当他播放莫扎特与贝多芬的名曲时，在显微镜下，他看到水的结晶随着优美的旋律不断产生美妙的变化。对水说好听的言语，水结晶成漂亮的图案；对水恶言恶语时，水结晶混乱无章。这个震撼人心的结果也反映了人的精神对物质的影响。我们还进一步看到，善念能够让物质变得美好，而恶念则令物质变得丑陋。做父母的要明白，若是自己对孩子多些鼓励与赞美，孩子会更加聪明漂亮。对别人多赞美，口出善言美语，自己听得多了也自然更加美丽。三、多忍辱，不生气。多忍辱，少生气的人脸色自然好看。佛说最福报应经记载，为人丑陋，喜嗔恚故，说明长得丑陋的人是由于前世喜欢生气怨恨之故。为人端正，颜色洁白，徽容第一，手体柔软，口气相洁，人见姿容，无不欢喜，使之无厌，从忍辱中来，说明长得端正白净，容光焕发，身手柔软，人见人爱，令人观看不厌的人，是修忍辱的结果。四、忆佛，观想佛。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中说，今日世尊色身诸根，月欲清净，光颜巍巍，宝刹庄严，从昔以来所未曾见。世尊那日因为忆佛念佛，受到阿弥陀佛神力的加持，使他当日的相貌特别好看庄严。当他念阿弥陀佛的时候，十方一切诸佛跟释迦牟尼佛融合成一体，释迦牟尼佛当下就变成一切诸佛，佛相貌之庄严可想而知。即使连最庄严的佛陀在念佛都会得到诸佛加持，而面目变得更为庄严。若是我们诚心忆佛观想佛，我们的面目怎么会不变美好呢？许多经典都告诉我们，佛的相是最好的相，我们念佛心里有佛，相貌不知不觉就变成佛像。我们要想相貌好，就多念佛，念佛观想佛，身心就会逐渐变成佛的样子。释迦牟尼佛想阿弥陀佛的时候，相貌就变成了阿弥陀佛的样子，显示无比殊胜庄严。五、感恩。懂得感恩的人最美，感恩自己所获得的一切，感恩一花一草一人一物，对所有一切常怀一颗感激的心，内心就会时时绽放朵朵迷人的花儿。
满心芬芳的人怎么会不洋溢着如花一般的美丽呢？6. 多于佛前献花。佛说罪福报应经记载，为人丑黑，遮佛前光明故。长得又丑又黑的缘故，是由于把佛前的光明遮住的缘故。由此可见，如果常献花于佛前，庄严佛像，必得好相。7. 心念的力量。一个人的外貌与他的内心思想密不可分，相由心生，外貌多数是内心思想的外在显现。一个人起嗔恨心，那他肯定面目可憎，叫人厌恶。若一个人起慈悲心、柔软心，他的外貌肯定和善，叫人心生欢喜。有位西方的心理学家说，你的心态是什么样子，你的生活就会变成什么样子，你的命运就会成为什么样子。希望成为美丽的人，用美丽的心念来看待世界，你不但会发现一切变得美丽，连自己的外在也会越来越讨人欢心。8. 多接近心灵美人。这所谓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，多接近美人，自然也会受到他们的美丽哲学的影响，自己迟早都会变成同道中人。美人不单单只是指拥有美丽的外表而已，而更重要的是指心灵美丽的人。常与美人接触，无形中也让自己的心灵多接触一份美丽，自然美亦由心生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了。心定，人静，放空，终有一天你会看到别人看不到的风景。